那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废死啊、鞭刑哈。那么这段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有林秉佑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钟佩君议员、林涛议员。好，今天一个大案子哈，这个各报的头条也都是新闻的这个头条新闻哦。中油的三接福报的100亿，昨天呢被搜索哦。那世系的前董事长呢施一方等3人被告，13人被约谈啊。那环保团队说，三接后面恐怕有大咖介入啊。现在真奇怪哦，真的是哦，什么绿能也有这个大咖介入哈，什么各种这个什么光电啊，哦这个什么，他这是做一个这个三接的防波堤，这个也有人介入啊。那个案子大了哈，那防波堤他有3家去，因为现在这些国营事业他们要找一个工程顾问公司帮他们来做预算啊等等，他可以说是他做的，他做给我的哈。然后呢，做预算呢就有3家去报价，一家叫东胚报了122亿，哦，那中油就把他找来，说你这报那么少啊？我们中油很有钱，你不知道，多报一点，改了他4次报价，最后呢他报了200多亿，那他想一定是我了。对不对？你们看上我了，而且从122涨到200多亿，中间100多亿，大家2亿分作5也好啊。哎，结果不是他，哦，所以这件事情在这3年以前就有人去检举，我认为啦，检举大概跟这个招标案都有关啦，对不对？我若是东胚，我也不爽啊，你是耍弄我啊，你搞了半天为什么掩护那2家嘛？就是说，如果这3家你们都报200多亿，我报122亿，那就是应该是我嘛，对不对？我认为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来做这个案子。结果你叫我提高跟大家都差不多，就你挑了一家不是我，挑了黄仓，那你这不是耍弄我吗？你不是开我玩笑吗？所以一定不爽嘛。这中间谁去检举我不知道，大家去想，反正就是这样子，把大家都提到200多以后，我中间挑一家嘛。否则人家200亿，你们100亿，对不对？那为什么不给你呢？这不是有问题吗？你自己想这道理嘛，哈。媒体写的没有这么清楚了，我这样讲大家就懂了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世系的前董事长3个人被列被告了哈。那以前像这种哈工程，他原来他先前是中华顾问工程师啦，交通部投资的，基本上像这种哦什么中计社啦，这个中华顾问工程师啦，怎么的，基本上大概都是学有专长的，而且有经验的人去做的，就是甚至国营事业很多都内生嘛。哦，因为你这边做过哦，从这个工程师，然后一路上总工程师哦，这个副厂长、厂长，最后总经理哦，董事长，现在搞得酬用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想法跟工程人员想法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人物想法，那而且他做多久他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在这里面，能够捞，搞不好就捞了；能够赚就赚了，因为不知道搞几年嘛，哦。那所以福报100亿啊，罗志祥也骂了，说检调为什么拖21天呢？你就时间不是可以灭证吗？证据也灭掉了，甚至可以串供啊，都可以啊。这已经他们开记者会开21天后才来，说捐锅者诛，卖国者侯。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是一个什么旧电锅30几块，被判32块，判3年3个月，还褫夺公权，虽然有缓刑，但是。他不能当清洁队员了，这什么意思？不过他们说清洁队员不算是公务员了，但不管怎么样，你这算什么呢？对不对？然后呢，哇，这个贪污大笔的钱，什么卖国的也没问题啊、哦。那另外呢，业界也是顾问公司已经政治化了，不只是顾问公司啊，国营事业都政治化了。这点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要废国营事业的、啊，这国营事业干什么？没有效率哦，这个竞争不过，因为。执政以后这么9年了，废了哪一届国营事业？不但没有，对不对？而且塞自己的人塞进去哦，所以呢，自己人好办事嘛。你看，假如中油顾问公司如果都是自己人，那不是很好办事吗？甚至跟厂商有什么关系哦？那另外呢，这个前董座中油副总请回啦啊。那但是呢，为什么福报这么多钱哦？所以呢，世系说未来会尽力配合调查哦。那中油说尊重，也全力配合调查。我们看一下，
要不要澄清一下？民进党前立委世袭工程前董座施一方没有回答媒体问题。中油第3接收站工程采购爆出涉贪污弊案，检联兵分11路约谈13人，而施一方以及工程部主管张清森与经理陈建中3人移送北检复讯，全部无保请回。慢了21天啊！我的检举人也有来跟我联系，他说听说都在销毁证据了啦。都在灭证跟串供了。痛批检调慢半拍，早就向法务部检举3次，直到11月后才有动作。中油3接外推防波堤工程，中油委托世袭工程负责招标，而东批营造起初报价122亿，中油高层说中油钱最多，暗示预算可以再往上加。经历至少4次报价，东批提高到200多亿元，而另外黄昌营造跟鸿华营造也报价200多亿，最终反而不是配合抬价的东批，而是黄昌253亿元得标。2008年一直到2020年，他每4年都会被民进党去提名为全国的不分区立委。中油声明尊重并全力配合司法单位，判尽速厘清案情，而世袭工程则强调调阅了相关过程，并无外传福报白衣的情势。但国民党团之一没有约谈现任的中油董事长、总经理，难道是弃车保帅？中油总经理，中油不用查，总经理不用约谈，总经理不用列被告。中油的董事长方正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开标说我是总经理啊，但是招标过程是前总经理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你知道东批公司照报纸说什么讲吗？对，完全是事实，就是中油叫我福报价格。”全案经历3次检举，检方终于动作，阑尾暗酸是欲纵故情。来，这个各位。这个中油目前来说是亏损800多亿哦，你看现在又福报了150亿，可是账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清楚啊。那你刚刚特别点名的这个世袭，这个施一方是我们2016年的同事，可事实上他在2008年到2020年都是被民进党不断的提名当的不分区啊。然后以后我们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结构性的问题，都是由他来做一个主导。大家不要忘记，他当初当世袭的董事长的时候，你如果去 Google 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当了在交接的时候，他那个送的花篮那简直比花博的花还要多，那吓死人的。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今天发生这样状况，不过大家想说，检调好像在21天之后终于要办事了，结果呢无保请回。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剧本演的跟过去都很像，都好像是一件事情，然后呢把它小小的办案，要不然就是给他这样子拖在那个地方。我说那个中油当初我们称为是最怎么样，最具贪污的那个检察官呢、那个最顾贪那个徐汉，最贪的公务员贪了2700万。对不起，他现在还在我们桥头地检署，到底什么时候？3年了还没有定，还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所以你看看小英男孩这一连串下来，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了，以前国营事业要么你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跟专业勾上边，现在完全不是，都是一个酬庸。以这个事件来说，不是只有5次哦，我们调出来的资料是94亿、122、150、220、253，我们253亿5次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曲线合不合理？正不正常？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经济委员去问的这个所谓经济部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问他愿不愿意为他们背书，他也不敢特别去讲。然后他们只是说因为一些浮动，问他说你明明就是254亿，之前为什么传出这么多的这个数字出来？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也不敢直接讲，讲的是哩啦啦，然后告诉我们就是因为通膨，因为原物料上涨等等之类。再问他同样的工法，同样是做外推，印度同样的部分，虽然工法有点不一样，但同样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印度一公可以是100万，我们1公尺100万，我们却要500万？为什么我们的造价就要比人家印度多5倍？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能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做的方法不一样。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太多的猫腻了。这件事情，如果每一个人都被请回，然后呢，还是像他们过去办案的方法，包括台盐陈启玉也是被刚开始一说没有问题，然后呢被放回来之后又再回去。等等之类的，等验证据全部消灭完之后，然后告诉我查无不法，你觉得这口气民众怎么吞得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务必好好追究到底啦。基本上就是说，为什么经济部长一问三不知？他根本不懂嘛。经济部长怎么会懂国营事业呢？经济部主要的业务就是管国营事业的。对，我们台湾是很特别，因为国营事业占了国家的投资总额非常大的。那你看以前的经济部长孙运璇，台电出身的；赵耀东，中钢出身的；李达海，中油出身的。
基本的是国营事的董事长，他了解国营事业运作，然后呢到经济部当部长，他当然知道他这个下面国营事业搞什么。你现在经济部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当然一问三不知，其实怎么回事？中油怎么运作的？中钢怎么运作的？台电怎么运作的？他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就是这种你要外行领导内行，你就会被内行欺负。从一个角度看，第二个你也一定领导无方嘛，下面也看不起你。知道呢，你反正只是来混一下的政治酬庸嘛，好，你也不是一路按部就班爬上去的。我们现在整个体制就这个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说呢，如果接受一中，将来台湾就是爱国者治台，因为香港呢是爱国者治港，所以台湾是爱国者治台啊。他的国当然是讲中国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他的使命是确保安全。那9·2共识，因为有一个一中原则，所以呢，台湾方案就是一国两制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说马英九没有，他说赖清德说我没有看到马英九说他执政的时候8年有两岸红利啊，而且他说台湾经济成长率这么高然后呢，大陆经济成长率这个低，而且呢说今年差不多4%，他现在也不讲大陆了，他讲这个坏邻居我们赢过那个坏邻居今年差不多只有4%而且还做假账所以他其实根本没有4%，只是做假账，所以有4%那另外呢，马英九说有红利，赖清德说我当总统我看很多资料，马英九之后我没看到他有什么红利那另外马办就回击了。所以你现在花了5倍的国防预算，比我当时还换不到安全呢？你真的安全了吗？两岸和平真的能够有安全吗？到底怎么回事？那赖清德说接受9·2共识就是爱国者治台，林飞涵说国民党还在幻想那而且呢，赖清德说爱国者治台是急统路线，国台办说这是恐吓台湾，制造对立。看一下。接见旅外乡亲，总统报告自己最近做了什么。另外，最近我阁主持一个国安高层会议，除了进一步强化咱的国安法治，也是行政作为。另外，阁提一项国防特别预算。总统更进一步痛批在野党准备接受中国要求一中原则的9·2共识，但习近平已阐明这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未来就是中共认定的爱国者治台，要把台湾人变中国人，就像现在爱国者治港一样。总统他现在在为2026选战在开始铺陈，连民进党都认证他拿不出政绩的情况下，他就是又把战场又要再拉回他的抗中保台。另回呛总统的还有马英九办公室，因为总统谈话中也提到，他当总统后翻阅资料都没看到前总统马英九执政的两岸红利，也没有所谓和平，这让马办怒呛赖政府国防预算是马政府的5倍，却被经济学人认为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地方，花这么多钱却换不到安全，赖总统怎么说得出口？只是总统杠上在野阵营的谈话，在官方新闻稿跟影片看不到。对此，总统府暂无回应，而马办的反击或许也戳中赖政府痛点。毕竟日前传出国安人士示警，13号中共恐将在台海周边进行军演。我们基本上料敌从宽，那也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因为年底的时候，每年的11月到12月本来就是中共军演的热季，我们会全盘的掌握相关的情况。相关单位持续紧盯，不怕1万，只怕万一。来，国成委员。我觉得中华民国架构之下一个中国，那一中到底是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可以讲，我们是主张中华民国。所以赖总统，我是觉得很奇怪。你说9·2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示请问你不要9·2共识一个中，那请问一下，你如何维持两岸的和平？但你要告诉台湾人民不要一开始从你就任到现在，从来没有谈过一个两岸和平的机制，没有，就不是大罢免不然就是做挑衅。所以我是感觉到很奇怪，现在中华民国的架构之下，这是一个历史需要突破。但是你要突破过程当中，两岸的和平，你如何去说服台湾人民，不要你一个人做事？曾经有人问我
说有一天台独的时候要打仗的时候，我很生气，我就回答他啊，要死你们去死！主张台湾独立的，你们要死去死，害了台湾这些乌克兰的前车之鉴，不是美国叫你打吗？打到最后现在呢，这样，国毁人亡，那是多么可怜的事哎！所以我是觉得这样，赖总统真的。你有你的理念没关系，但是你要最起码2300万的人民，你要顾虑到，不要台湾话讲一句话啊，草莓啊人家红啊，你想到啥这下这个，你很简单啊，也有这些选民告诉我们说，你有机会啊，就告诉赖总统，请他在美国的儿子或者在日本的儿子，请他回来准备打仗。如果是你做到这样，那台湾的年轻人才会心服口服。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真的，赖总统，你的理想，你的那个台独务实工作者，我跟你讲，我们尊重你，但是你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而把台湾把它当掉，这样是真的划不来的。那边有远，2014年我去中国参加过一个研讨会了哈。那当时就有中国这边的、台湾这边的学者去谈到，就是说，这个既然谈9·2共识，还是要给中华民国这4个字一个空间。那时候有一个大陆的年轻学者非常激烈的反应，他说这个一中只有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刚刚国成委员提到这个，就是一个前几天已经离开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何应禄讲的问题，就中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现在在两岸其实看法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台湾人民自己已经有一个定夺。我觉得再去谈9·2共识，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这是一个历史的死语，就是你要把它反复的从坟墓里面再挖出来，去谈说啊，它是我们的一个共识也可以。可是实际上就是就像何应禄讲的，台湾人认定的中国，就算我们认定是中国人，我相信很多这些中华民国派的朋友相信的是只有4个字叫中华民国，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中国一方看法完全跟我们不一样，这个就已经是一个死结，就是一个对抗的状态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要从中去找一个模糊的可能的共通性，坦白讲，我觉得是有困难。那至于现在政策上去讲说两岸可能性的冲突，我比较倾向不会说是真的，因为当然美国他去谈2027是基于美国自己国家利益跟整个亚太区域结构的这个发展的可能性哈，还有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中日的这种变化这么多的一个冲突发生，可是其实到现在，我刚看了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去讲说和平在哪里。其实我讲说，现在我们还可以好好坐在这里去讲话，就是一个安全的状态哈。就是飞弹还没打过来，枪都还没开之前，我们都是在为和平做努力。你做军备的准备，做战备的准备，也是为和平做努力。今天去谈这些话，也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把这个好像说啊，你做某种准备就是要挑衅，就是要开战。那讲某些话，就是要挑衅，就是要开战。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都还是在做讨论。那这些节目去播出给大家做思考之后，我觉得啦哈，就是这就是一个沟通的契机，那才会有可能说啊，不要真的动刀动枪来解决问题。那你怎么看？我想这个9·2共识它的美妙的地方啊，其实就在于是双方达成各说各话，我说我的中华民国，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搁置了。那因此呢，才会有在马英九2008年当选之后，两岸能够开创这个半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交流的前景，通航啊，全面的这个通航，大家不要觉得，因为很多年轻人以为两岸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自由通航，没有的，它是到2008年之后，两岸才能够通航。以前我们都要绕到香港啊，绕到这个别的地方，所以赖清德其实明明就是睁眼着说瞎话。什么叫做马英九的任内呢？没有看到和平红利，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和平红利哈。但我觉得就民进党政府来讲呢，他本来就因为是你执政嘛，你执政情之下，你本来就不接受9·2共识，然后在蔡英文那个时候把9·2共识跟1国2制画上等号之后呢，就拼命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红帽子呢往这个国民党身上戴。我觉得民进党他
既不接受9·2共识，你也不接受。说实在的，你本来也不接受什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一个中华民国各说各话。你本来就是主张两国论啊，你本来就是主张互不隶属啊。他现在只是用这种最便宜的方式啊，用最扣帽子的方式呢，然后谎话说了100遍之后呢，他就自己觉得啊，他就已经成为了是一个实话或者是一个真理。然后民进党的这些的支持者呢，他们现在呢看到呢，国民党呢在经过2次大罢免之后呢，好像选出了一个在立场上面跟中国大陆比较亲近的中国大陆比较亲近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回魂了起来，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但是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你赖清德，你今天打这样的一张牌，你的效用到底有多长？哈，很快。明年4月的时候，当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啊，然后中美之间呢要谈出一个新架构的时候，到时候他们会如何的来决定台湾的命运？当这个川普都会为了高市的这样子的言论，在跟高市通电话的时候，提醒高市，甚至于带着一种就是要求着高市呢，不要在有关于台湾的问题上面做文章，避免触怒中国大陆的情形之下，你觉得赖清德打这种抗中保台的牌还有多少天的效应？好吧，这个基本上这样的啊，因为赖清德是跳街了，就把说一中原则、9·2共识、1国2制，同时呢接受9·2共识，爱国者治台，这差很远啊。美丽岛电子报这2天才公布一个11月的国政民调，赞成9·2共识有48%，哦，然后呢不赞成是37.8%。所以虽然很多人去笑啊9·2共识啊，认为说啊迂腐啊八股，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一个人能提出一个比他更好的一个讲法嘛。国民党也在绞尽脑汁想有没有一个更好，比9·2更好，讲了半天也没有啊。民进党也可以提出个更好的，也没有啊，只是给9·2共识戴帽子啊。其实9·2共识它是非常有创意的，对不对？就是大家都说一个中国嘛，一个我就是中华民国啊，老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们互不承认主权，也互不否认治权嘛。那基本上你也不要否认我，就是说你不承认我，我不承认你的主权。但是呢，你不承认又怎样呢？至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嘛。你总不能说自己不承认自己吧？对不对？你别人再怎么骂你，我姓赵，行不这个怎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姓赵，那是怎样呢？随便你怎么讲，我就是姓赵。你中华民国也是这样，我在台湾2亿3万人，我就是说我中华民国国民，你承不承认随便你，我就是这样，顶天立地，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嘛。那这变成一个通关密语，你知道？就是说啊，只要谈9·2共识，两岸就可以沟通了，就可以交流了，就是一个通关密语。那你非要逼着老共，民进党的做法是非要逼着北京说，你说一个中国是不是中华民国？他怎么会说是中华民国呢？你逼他怎么会讲呢？他既然不否认，你不再公开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马英九到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他上面牌子也是中华民国总统啊。是，他有说台湾国总统吗？有说台湾怎样？他中华民国总统啊。那习近平有说，哎，拿掉，那不是你是我的，也不会嘛。就何必呢？你一定要逼着对方，非要讲不可，那就翻脸嘛。对不对？就是说，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各说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各说各话，大家同意各说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讲法。那你非要逼死的，那怎样呢？对不对？好，所以那另外就是这个大陆离你这么近，你跟他每年还赚了将近1000亿美元，你非要讲他是坏邻居。你何必呢？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必要嘛。川普也不会，川普美国跟中国竞争这么厉害，他口头上也讲习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就是你非要这是个坏邻居，他现在连你就讲个北京，讲个中共都可以嘛？那他是个坏邻居，那我觉得你什么意思嘛？你到底要怎样？我们现在都讲两岸光搞那个军备啊，就无底洞啊，你打不过他。你再投资，你全部3兆都是国防预算，你也没有他，也打不过他，也没有他多。就讲实话就是这样嘛，你要承认嘛，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两岸和平，和平就是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那你就是坏邻居，没人去骂他，你什么意思？我不懂你到底要干嘛？你要把台湾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啊，真的。